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真的很特别，这个故事让我感动了好久，也改变了我对两岸婚姻的看法。希望听完后你们也能有所感悟。我今天的主角是来自上海的小文和台湾高雄的嘉豪。小文是典型的上海白富美，家里做外贸生意，从小就住在陆家嘴的江景豪宅，留过洋，会几国语言，条件不要太好。嘉豪呢，是台湾科技公司的工程师，家境普通但很踏实，为人诚恳，长得还挺帅气的。他们相识纯属偶然，那是3年前的夏天，小文公司派他去台湾谈合作，住在高雄的一家酒店。当时台风来袭，他一个人在酒店附近的便利店买东西，结果忘记带伞，正在犯愁时，一个高个子男生主动给他撑伞，那个人就是嘉豪。小姐，看你好像不是本地人，需要帮忙吗？嘉豪用普通话问道。小文惊讶道，哇，你的普通话说得真好，谢谢你，我是大陆来的，在这边出差。就这样，嘉豪送小文回酒店的路上，两人聊得很开心。嘉豪发现小文跟他印象中的大陆女生完全不同，聪明、幽默，还带点上海女生特有的小骄傲。小文也被嘉豪的绅士风度和真诚所打动。当晚，嘉豪就约小文第二天一起去垦丁玩。小文本想拒绝，但转念一想，来都来了，何不体验一下当地人带路的感觉？没想到这一玩，两个人就来电了。嘉豪开车带小文沿着海岸线兜风，带他吃最地道的小吃，两人从天南聊到地北。小文发现，嘉豪虽然家境一般，但知识面很广，谈吐不凡，而且特别踏实可靠。完全打破了他对台湾男生的刻板印象。我之前以为台湾男生都很油腻，整天哥哥妹妹的叫，没想到你这么不一样。小文直言不讳地说。嘉豪哈哈大笑，那你呢？我之前以为上海女生都很拜金，看来我也是以偏概全了。就这样，5天的台湾之行结束后，两人决定继续保持联系。回上海后，小文每天都和嘉豪视频聊天，两个人的感情迅速升温。3个月后，嘉豪专程飞到上海见小文，并且正式向她表白。然而好事多磨啊！当小文告诉父母她交了个台湾男朋友时，家里人立刻炸了锅。什么？台湾男生？那边多穷啊，你嫁过去要吃苦了。小文妈妈急得不行。听说台湾男生很大男子主义，结了婚就让女生在家带孩子，你这么有能力，过去不是浪费了吗？小文爸爸也表示反对。小文哭笑不得，爸妈，你们的认知还停留在电视剧里吧？台湾现在很发达的，嘉豪虽然不是超级富豪，但收入稳定，生活品质也很好啊。另一边，嘉豪告诉家人自己喜欢上了大陆女孩时，家里人也是一阵反对。大陆女生是不是看上你的户口，想借此移民啊？嘉豪妈妈担忧地问。我听说大陆女生都很势利，会不会是冲着钱来的？嘉豪姐姐也怀疑道。嘉豪无奈地解释，妈，现在是什么年代了？上海比台北还繁华呢。小文家里条件比我好多了，她根本不缺钱，也不需要我的户口啦。为了打消家人的顾虑，小文专程带着父母去台湾旅游，顺便见嘉豪一家人。这次见面可谓是充满了火药味啊！两家人都带着防备心理，见面后各种试探。小文妈妈上来就问，嘉豪啊，你月薪多少？有房有车吗？嘉豪爸爸则直接问小文，你们上海女孩是不是都很拜金啊？听说都要求男方买房买车，气氛一度非常尴尬。但随着接触的深入，两家人发现各自的偏见有多深。小文父母惊讶地发现，台湾其实很发达，街道干净，人们生活品质高，完全不是他们想象中的落后。嘉豪父母也逐渐明白，小文并不是冲着什么好处来的，而是真心喜欢他们的儿子。晚饭时，两家人终于放下戒备，开始融洽交流。嘉豪妈妈做了一桌台湾家常菜，小文爸爸带了上海特产，大家边吃边聊，发现两地文化既有差异，又有共通之处。台湾这边的年轻人结婚后，很多都是自己租房子住，不像我们上海非要买房不可。小文妈妈感慨道。是啊，我们这边注重生活品质，房子可以慢慢来。嘉豪爸爸点头附和。这次见面后，两家人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，虽然还没完全接受这段恋情，但至少不再强烈反对了。
然而，真正的挑战才刚开始。小文和嘉豪开始了长达1年的异地恋，这期间，两人经历了无数争吵和误解，大多源于文化差异。比如，嘉豪觉得小文花钱太随意，动辄买名牌包包；小文则不习惯嘉豪的省钱习惯，觉得他在一些场合太抠门。嘉豪习惯直来直去的沟通方式，而小文则更含蓄委婉，甚至连吃饭习惯都不同。嘉豪喜欢台式料理的清淡，小文则偏爱上海菜的鲜美浓郁。你们上海人为什么这么讲究面子啊？出去吃饭非要点一桌子菜，吃不完多浪费。嘉豪有次忍不住抱怨，那你们台湾人也太计较了吧，朋友聚会还要算得那么清楚，多伤感情啊。小文不满地回怼，这些小摩擦一度让两人怀疑这段感情是否值得继续。特别是当小文发现嘉豪身边不乏追求者时，他的不安全感爆棚。听说台湾男生很花心，你是不是只是玩玩而已？小文忍不住问道。嘉豪也有顾虑，我担心你习惯了上海的繁华生活，来台湾后会不适应。就在两人关系陷入低谷时，命运给了他们一个转折点。嘉豪公司派他去上海分公司工作半年，这让两人有了朝夕相处的机会。这半年里，嘉豪真正了解了小文的生活环境。是的，他家境优渥，但他本人却很独立自强，从不靠家里。他刻苦工作，对事业充满热情，同时心地善良，经常参加公益活动。小文也发现，嘉豪虽然不像上海男生那样懂得浪漫表达，但他的爱更加踏实可靠。他会记得他的每个重要日子，生病时细心照顾，工作忙时默默支持。两人的相处模式也慢慢磨合，嘉豪学会了偶尔大手大脚一点，请小文去高级餐厅。小文也学着更理性消费，不再那么冲动购物。其实啊，两岸差异没有想象中那么大，关键在于双方是否愿意互相理解和包容。小文常这样对闺蜜们说。半年工作结束后，嘉豪要回台湾了。离别前夕，他带小文去外滩单膝跪地求婚了。小文，这1年多来，我们经历了太多挑战，但这些都让我更加确定，你就是我要共度一生的人，嫁给我好吗？我保证会好好爱你一辈子。小文泪流满面地答应了，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考验，她要怎么说服父母同意这门婚事，又要如何适应台湾的生活？小文父母得知女儿要嫁到台湾后，态度更加强硬了，尤其是得知当地有些习俗，比如女方要给男方家族大红包作为见面礼时，小文妈妈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这不是变相敲诈吗？你那么优秀，追你的人从陆家嘴排到外滩了，为什么非要找个台湾男生受罪？确实，小文作为上海名媛，追求者不计其数，有开豪车的富二代，有海归精英，甚至还有明星，但他对嘉豪的感情却是前所未有的笃定。妈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爱情不是比较条件，而是找到对的人。嘉豪给我的安全感和理解是其他人给不了的。小文坚定地说，人们常说父母的态度是最顽固的，但其实也是最心软的。看到女儿如此坚定，小文父母终于松口了。去台湾也行，但你得答应我，如果受了委屈，立刻回来。小文妈妈红着眼睛说。就这样，一对跨海恋人终于迎来了他们的大喜日子。婚礼选在台湾高雄举行，融合了两地的传统习俗。小文穿着中式旗袍和西式婚纱各走一场，场面既传统又现代。婚后，小文移居高雄，开始了全新的生活。刚开始的确不太适应，从繁华的上海到相对悠闲的高雄，生活节奏差异很大。他还得学习闽南语，适应当地的生活习惯和饮食文化。天啊，台湾人怎么这么喜欢甜的，便当都要加糖。刚到台湾的小文经常这样抱怨，你们上海人说话为什么这么直接啊？我妈说你不懂得含蓄。嘉豪也有些无奈，初到台湾的小文确实经历了不少文化冲击，比如台湾人习惯早睡早起，而上海人则习惯夜生活。台湾人说话喜欢加拉呢、欧等语气词，听起来软糯亲切，而上海话则更加利落干脆。台湾人做事讲究慢工出细活，而上海人则追求效率至上。还有许多生活细节的不同。台湾的垃圾分类非常严格，要34，垃圾不落地，井号34，指定时间、指定地点倒垃圾。
而上海虽然也推行垃圾分类，但执行没那么严格。台湾的交通以机车为主，马路上到处是摩托车，而上海则以地铁、公交为主要交通工具。最让小文不适应的是台湾亲戚间的称呼关系，复杂的让他头大。嘉豪，你表姐的老公，我该叫他什么？那是表姐夫啊。那你姑姑的女儿的儿子呢？那是姑表侄孙啊。很简单的。这些差异曾让小文一度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，尤其是当他发现自己在台湾找工作并不容易时，心情跌到了谷底。虽然他能力出众，但因为身份问题，很多岗位无法申请。有天晚上，他忍不住对嘉豪发了脾气：我在上海有那么好的工作，月薪几万，现在倒好，只能找些普通文职，工资还不到以前的一半。我是不是太冲动了？嘉豪没有反驳，只是静静地听他发泄，然后轻轻抱住他。我知道你付出了很多，如果你真的不适应，我们可以考虑去上海发展。这句话让小文眼泪一下子涌出来。是啊，爱情不只是他一个人在付出，嘉豪同样愿意为他改变，这让他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好好融入这片新土地。好在小文性格开朗，适应能力强，他主动学习闽南语，了解当地文化，还加入了社区志愿者组织，认识了不少朋友。慢慢的，他发现台湾生活虽然节奏慢了点，但品质却很高。这里的人们懂得享受生活，注重家庭关系，邻里关系也很融洽。最让小文感动的是台湾人的热情友善。刚搬到新小区时，邻居们主动送来自制点心表示欢迎。他生病时，隔壁阿姨会煮补汤送过来。小区有活动，大家都会邀请他参加，完全没有把他当外人。你知道吗？在上海，我住了10几年的小区，都不知道邻居姓什么，但在这里，我才来3个月，就认识了整栋楼的人。小文惊讶地告诉嘉豪，嘉豪笑笑，这就是台湾的人情味啊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小文也找到了施展才华的地方。他利用自己的双语优势和对大陆市场的了解，在一家台湾贸易公司找到了理想的工作，负责开拓大陆市场。他的到来为公司带来了新思路和大批订单，很快就得到了上司的赏识和提拔。老板说，要不是有你，公司今年业绩不会这么好。嘉豪骄傲地对小文说。小文笑着回应，那是因为我老公给了我最坚强的后盾啊。嘉豪家人看到小文的努力和适应能力，也彻底接纳了这个大陆媳妇。嘉豪妈妈甚至主动教小文做台湾家常菜，带他参加家族聚会，处处为他着想。小文也尊重当地习俗，逢年过节都会准备礼物，拜访长辈，婆媳关系处得十分融洽。我之前还担心你们大陆女孩都很娇气，没想到你这么能干。嘉豪妈妈现在逢人就夸小文。2年后，小文顺利怀孕，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当她抱着小宝宝，看着嘉豪温柔的笑容，所有的付出和坚持都值得了。我们的女儿既有上海人的聪明能干，又有台湾人的温柔亲切，她一定会成为沟通两岸的小天使。小文满怀期待地说。而此时的上海，小文父母也从最初的担忧变成了骄傲。他们经常向亲友炫耀女儿在台湾的幸福生活，还专门学习了视频通话，每天都要看看外孙女。以前总以为台湾那边落后，现在才知道人家生活质量多高。小文住的社区环境好，空气清新，吃的都是有机蔬菜，比我们这还好呢。小文妈妈逢人就这么说。看到女儿如此幸福，小文父母也开始每年定期去台湾小住，体验当地生活。他们惊讶地发现，台湾虽然在经济总量上不及上海，但在细节处却体现出极高的生活品质。街道整洁，空气清新，服务态度好，人与人之间充满信任和尊重。我现在终于明白女儿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生活了，小文爸爸感慨道。而在台湾这边，小文也成了朋友圈中的上海通，经常被请教关于上海的时尚、美食和旅游信息。他还在社交媒体上开设了账号，分享两地生活的异同，吸引了不少粉丝关注。我希望通过我的分享，能让更多台湾朋友了解真实的上海，也让上海朋友了解真实的台湾，打破彼此的刻板印象。小文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说道。随着交流的深入，小文发现两地其实有很多共同点，
都重视教育，都注重家庭观念，都珍视中华传统文化。她和嘉豪的婚姻恰恰成为了连接两地的一座桥梁。小文的故事也影响了身边不少人。她的台湾闺蜜在她的介绍下认识了上海男生，现在也正在谈恋爱。嘉豪的表弟受他启发，主动报名去上海交换学习，结识了当地朋友。这些小小的缘分像蝴蝶效应一样慢慢扩散。如果没有遇见嘉豪，我可能永远都不会了解台湾的美好。如果我没有嫁来台湾，可能会错过人生中最珍贵的体验。小文常常这样感慨。5年后的一天，小文收到了一个惊喜，嘉豪被公司派往上海担任分公司总监，全家需要搬回上海生活2年。你愿意回去吗？我担心你已经习惯了这边的生活。嘉豪有些忐忑地问道。小文笑了，当然愿意，这不正好让我们的孩子也体验一下妈妈成长的地方吗？两地都生活过，才能真正理解两种文化的美好。就这样，这个跨海家庭又开始了新的冒险。在上海，轮到嘉豪体验文化差异了。他惊讶于上海的快节奏生活，也欣赏这座城市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气息。而小文则重新适应家乡的一切，带着台湾生活的经验，以全新的视角看待自己的城市。他们的女儿欢欢在上海上了幼儿园，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里夹杂着可爱的台湾腔，成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开心果。他经常骄傲地告诉小朋友们，我有2个家，一个在台湾，一个在上海，都很棒。2年后，当嘉豪完成任务准备回台湾时，他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在两地之间自由移动，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生活方式。嘉豪与公司协商，采取远程办公与定期回台湾述职相结合的方式。小文则成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，专门为两岸企业提供市场拓展服务，实现了工作和生活的完美平衡。我们为什么要在两地之间做选择呢？既然有条件，何不两边都体验？小文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嘉豪的全力支持。如今的他们在上海和高雄各有住所，孩子也能同时体验两地教育和文化，真正成为了两岸小公民。知道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吗？有次小文在分享会上被问到，是发现爱情可以跨越地域文化的隔阂，只要2个人足够相爱，足够包容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。他看着台下的观众，真诚地说，很多人问我后不后悔嫁到台湾，我的回答是一点都不后悔，因为如果重来一次，我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，这辈子非你不嫁。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，在场的不少跨海恋人眼中闪烁着泪光，因为他们正在经历着类似的挑战和幸福。小文和嘉豪的故事不仅是一段美丽的爱情传奇，更是两岸文化交融的生动例证。他们用亲身经历证明，爱情可以跨越海峡，幸福可以打破隔阂，只要心中有爱，任何困难都不再可怕。而他们的女儿欢欢更是这份爱的结晶，承载着两地的血脉和文化，将来必定成为沟通两岸的重要使者。人生最美的风景不在远方，而在于有人陪你看尽沿途风光。感谢嘉豪，让我的人生如此精彩。这是小文在结婚纪念日上写给丈夫的话，也是她对这段跨海婚姻最真实的感悟。说到这里，各位可能会问，小文和嘉豪的故事后来怎么样了呢？10年过去了，他们的爱情是否依然如初？孩子成长的怎么样了？两家人的关系有没有进一步融合？带着这些疑问，我专门联系上了小文，听她分享这些年的点点滴滴。丽姐，这些年我和嘉豪经历了太多起起落落，但我们的感情反而越来越深厚了。小文通过视频跟我分享到，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芒。现在的小文已经成功创办了自己的跨境电商平台，专注于两岸优质产品的互通互融。而嘉豪也晋升为科技公司的技术副总，两人事业双丰收。他们的女儿欢欢已经是个12岁的小姑娘了，不仅学习优秀，还继承了爸妈的双语优势，成为了学校里的文化小使者。最让我感动的是两家老人的变化。小文告诉我，当初极力反对他们在一起的两家父母，如今成了最好的朋友。嘉豪的父母每年都会去上海小住几个月，和小文父母一起旅游、打牌、学习书法。小文的父母也经常飞到台湾，带着外孙女逛夜市、吃小吃、泡温泉。我爸妈现在比我还了解台湾呢。他们认识了一堆台湾朋友，
加了好几个台湾老年群，天天跟人家视频聊天，简直比我们年轻人还会玩。小文笑着说，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小文和嘉豪这些年来一直致力于促进两岸民间交流，他们创办了两岸一家亲联谊会，为像他们这样的跨海家庭提供交流平台。每年春节，他们都会组织联谊活动，邀请两岸家庭共聚一堂，分享经验，互相支持。我们不是特例，现在有越来越多像我们这样的家庭。小文骄傲地说，通过我们的平台，已经有50多对两岸情侣走到了一起，还有更多的家庭通过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小文还告诉我一个感人的小故事，去年嘉豪的爷爷去世了，享年96岁，在弥留之际，老人家握着小文的手说，孙媳妇，当初是我最反对你们在一起，担心不同地方的人会有太多隔阂，现在我才明白，人心是相通的，你给我们家带来了那么多欢乐和新气象，我真的很感谢你。那一刻，我哭得不行，所有的付出和坚持都值得了。小文眼中泛起泪光。面对未来，小文和嘉豪有更大的规划，他们准备在女儿上大学后，带着两边的父母环游世界，实现当年未能完成的梦想。同时，他们也希望将两岸一家亲的活动推广到更多城市，让更多人打破隔阂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吗？小文在视频的最后问我，就是当所有的新鲜感褪去，激情消退，我依然愿意和他一起慢慢变老，一起面对生活的柴米油盐。嘉豪给了我这样的爱，我何其幸运。各位听众，听完小文的故事，你是否也被感动了呢？爱情从来不是童话，而是在现实中不断克服困难，彼此包容、理解与成长。两岸婚姻也许会面临更多挑战，但只要心中有爱，一切皆有可能。希望小文和嘉豪的故事能给正在异地恋、跨文化恋爱中的你们一些启发和勇气。爱情需要勇气，更需要智慧。愿每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我是丽姐，今天的相亲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